为什么仅凭这一个画面，就让烈海王成为刃牙中最令人意难平的角色？その通りだ、列海よ。君たちを掴んでいる。刃なきこの時、拳こそが剣。在刃牙这部满是怪物横行的格斗世界里，烈海王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又耀眼的武者。他不像刃牙那样依靠进化达到最强，也不像奥利巴那样将肉体锻炼到极致。他代表的是中华武术4000年传承的尊严与骄傲，立誓要以海王之名屹立于世界格斗之巅。从4岁进入白灵寺习武的懵懂孩童开始，到战死于宫本武藏刀下的悲壮武者落幕，烈海王的一生是一部关于武道追求、人格尊严与不屈精神的壮烈史诗。他既是主角范马刃牙亦敌亦友的对手，也是读者心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之一。与刃牙中其他强者不同，烈海王出生于博大精深的中国，4岁起便进入黑龙江省的白灵寺修习中华武术，师承刘海王门下。在长达20余年的修行中，他以惊人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海王这一中华武学的顶尖称号，成为了4000年武术历史长河中屈指可数的天才，被誉为当代中华武术界公认的最强人物。年少时期的烈海王曾是白灵寺中有名的刺头，实力强劲，年少轻狂，这些都是他的代名词。直到师父刘海王带他参观了同门师兄多利安一夜徒手打穿山洞的遗迹后，让他感到无比震惊与敬畏，从此将多利安当作目标，收心继续修行。这段经历塑造了烈海王对武道一丝不苟的态度，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的强大源于日复一日的积累与磨练。初次登场，在刃牙死囚篇中，烈海王的形象愈发丰满。他的同门师兄多利安作为5大死刑犯之一登场，多利安诡计多端，不择手段，烈海王最终与多利安对战一击，将其击溃。多利安在败北后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体会过胜利，最后精神崩溃，得了失心疯。然而烈海王最令人动容的时刻是发生在与死囚犯朵尔的交锋之后。朵尔曾在战斗中保护过烈海王，虽是敌人，但烈海王恩怨分明。在朵尔重伤濒死之际，烈海王背负着他，施展出水上轻功的绝技，踏水而行，将其紧急送往神心会就医。他还为朵尔和刃牙等人制作了中国武学秘传的复原餐。这一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烈海王猛烈、激烈但不偏离正道的为人。他不仅是一位顶尖武者，更是一位重情重义的好汉。在随后的中国大擂台赛篇中，烈海王迎来了中华武术的巅峰展示。他先是以惊人的握力击败了以握力为傲的孙海王，随后在与季海王的比赛中，手臂虽被对方弄伤，但他单凭腿功便将季海王彻底打服。最后烈海王用点穴之术击打季海王脊椎的穴位，破解了对方引以为傲的后背防守，并且在这一篇章中，烈海王还从郭海皇那里学会了最高等级的武学技巧削力。削力是一种可以巧妙化解对手攻击，同时通过技巧打出辅助伤害的神技。烈海王仅用4次便掌握了郭海皇穷尽一生磨练的绝学，其天赋之惊人可见一斑。再到第3部范马刃牙中，烈海王迎来了人生中最惨烈的一战，与从白垩纪岩层中复活的原始人皮可的对决。面对这位超越人类常识的远古强者，烈海王全力以赴，但实力差距悬殊。在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皮可啃食回去。然而即便如此，烈海王没有一丝怨悔，在绝境中，他一度抛弃了所有武学知识，乱拳挥上。这一幕后来也被观众们冠以列车拳之名。但当生命即将受到威胁时，原本放弃抵抗的身体竟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因为武术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体内。这一幕深刻诠释了中华武术化为本能的最高境界。失去右腿后，烈海王并未沉沦，随后毅然前往美国挑战职业拳击擂台。他击败了燕桥等强劲对手，甚至挑战了拳王博尔特，一个失去右腿的中华拳法家，站在拳击擂台上与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对抗。这种不屈的精神正是烈海王最令人敬佩之处。而要说烈海王最令人意难平的一战，是在第4部刃牙道中，烈海王迎来了生命的终章，与德川财阀克隆出的日本剑豪宫本武藏的对决。此时的烈海王已达到个人巅峰，在郭海皇的指导下，他将削力练到了极致。按照郭海皇的说法，削力练到极致后，身体如同羽毛一般轻盈，就连锋利的刀刃都无法伤到烈海王。然而宫本武藏却是连空中漂浮的羽毛都能斩断的传奇剑豪。在这场战斗中，烈海王准备了各种武器与战术，飞刀攻击、扬沙迷眼，无所不用其极。武藏也不断用各种手段试探烈海王的心态，但烈海王从头至尾贯彻着作为拳法家的尊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最终烈海王被武藏的刀打断了脊椎，奄奄一息。他思考着人被刀斩为什么会死这个哲学命题。烈海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闪过的念头是必可活用于下一次。回顾
烈海王的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武者形象。在武道上，他从4岁习武到29岁战死，25年来从未停止对更强的追求。从白灵寺的刺头少年，到击败余地克斯、多利安、季海王等强者的海王，再到学会萧厉、挑战皮可和宫本武藏，他的每一步都在突破自我。在人格上，他恩怨分明，古道热肠，会为保护过自己的敌人赴汤蹈火，也会为同门的堕落而愤怒与怜悯。他骄傲于中华武术的4000年传承，却不傲慢；他痴迷于战斗，却从不偏离正道。在精神上，他是不屈的化身，断腿后继续挑战拳击擂台，战败后仍想着活用于下一次。这种永不言弃的武者之魂，正是刃牙系列中最核心的精神要点。烈海王虽已战死，但他那猛烈、激烈但不偏离正道的身影，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中。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华武术拥有4000年的历史，而烈海王用他29年的生命，为这4000年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